这个女人有多双标，和丈夫挤小房子，生活上省吃俭用，从不给丈夫买奢侈品，却对情人一掷千金，住5星级酒店，喝82年的拉菲，吃最高级的牛排。不仅如此，还全款给小男友买房买车，置办名表。女人名叫梨花，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上班族，每天朝9晚5，早出晚归。平日里，梨花工作认真、谨慎细心，周到诚恳地为行动不便的老年客户提供理财服务，为此得到了上司和客户们的高度评价和信任。梨花的丈夫虽贴心温柔，却少了些情趣，婚后无子是夫妻俩最大的遗憾。近年来，夫妻俩为了还房贷，咬着牙省吃俭用。梨花因为在工作上表现出色，拿到一笔奖金。下班后，梨花特意去买了对低价戒指作为礼物送给丈夫，可丈夫并未表现出十分欣喜，言语间尽是对廉价戒指的轻视，这让梨花感到莫大的羞辱。在外人看来，夫妻俩看似美好无忧，可是莫大的空虚感却一波又一波的向梨花袭来。似乎并不知道该怎么样疼人的丈夫，犹如一块冰山，寒冷孤独以及不被人需要的落寞，让梨花对当下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多的不满。平静的外表下，她压抑着一颗时刻渴望逃离的心。如果说梨花现在的生活像一潭死水，那么小明的出现仿佛一块巨石，在梨花平静安稳的人生中溅起巨大的浪花，也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这天因业务关系，梨花去富裕的独居老人老王家拜访，老王爽快地投资了200万，不过他有一个要求，让梨花帮他泡杯茶。梨花为了业绩只能照做，老王却悄无声息地靠近梨花，触碰了她的肩膀，把梨花吓了一跳，以为老王要图谋不轨。幸好小明及时出现，阻止了这场闹剧。小明是老王的孙子，不过爷孙的关系不太好，老王不许小明进屋不说，还朝他大吼大叫，然后丢下从梨花肩膀上捡到的树叶子，愤愤离去。这一天刚拜访完客户的梨花来到购物中心，当她准备购买化妆品时，却发现现金不足。她随手从客户那里收来的1万日元现金抽出付款，回到银行后，马上从自己的账户上取出现金补了进去。也许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情，但是从第一次挪用公款开始，她的命运已经完全转到了未知的方向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。这就是梨花放纵的开始。回家路上，梨花在地铁再次偶遇小明，虽然隔着人群，梨花却能明显感觉到少年炙热的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，这让梨花有些惶恐，又有些紧张和兴奋。她很享受这种额外的关注。如果说那日在老王家里，梨花从小明身上获得了英雄救美才有的浪漫情节，那么如今小明带有特殊意味的关注，让梨花体味到了2人世界的幸福感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，并且走着不同人生路的2个人，冥冥中被什么东西所牵引，彼此越走越近，最终翻越了站台，2人直达本垒。欢愉过后，梨花开始了这段疯狂而又刺激的禁忌之恋，明知不可为，却又深陷欲望的深渊，无法自拔。不久以后，梨花的丈夫接到了外派上海的工作，需要驻外2年，寂寞少妇独守空房。小明的青春活力和毫不掩饰的喜欢，就是缓解寂寞的良药。自从和小明在一起后，梨花就仿佛回到了青春年华的时光。她开始大手大脚的消费，买包包、买大衣、买化妆品，开始涂口红、学穿搭，和小明像普通情侣一样，手拉着手压马路。故事到这里还是普通平常的爱恋，直到这天下午，老王无意间提起自己的孙子小明，在外面欠了很大一笔高利贷，还以此为理由让梨花不要和他走得太近。听到这里，梨花有些心虚，她没有接话，满怀心事地走出门，正好撞见放学回家的小明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梨花质问小明，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欠下那么多钱？难道是去赌博、喝酒、泡妞了吗？听到这，小明脸沉下来，转头就走。梨花意识到自己严重了，有些愧疚，便赶紧追上去。这才知道，原来当年小明的父亲被裁员，没有了经济来源，交不起他的学费。他的爷爷老王虽然很有钱，但他和爷爷的关系并不好。小明自尊心很重，不想有求于人，便一直借高利贷交学费。听完小明的遭遇，梨花既愧疚又心疼，比圣母玛利亚还圣母的她想帮小明还债，可自己的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，那这钱要从哪里来呢？老王的200万定期储蓄款，大额长期就是最好的下手对象。而且老王本就该承担小明的学费和生活费，说干就干，他把老王刚存下的钱从柜中取出，又对负责废弃单处理的同事说，老王急需用钱，取消交易。巧的是，中途老王正好给梨花打了个电话，这让梨花的说法看起来合情合理，然后再以帮忙的名义拿走需要废弃的票据，趁四下无人把所谓的废弃单藏进自己的胸口处。这么一通操作下来，梨花第一次顺利的拿到了200万，厚厚的现金
掂在手里，梨花的心扑通扑通的跳，几乎都要从胸口中跳出来。现在只剩最后一步，就是糊弄好老王。梨花偷偷将票据熨平整，送到老王手里，整个过程天衣无缝。他虽然有些害怕和后悔，可当梨花将钱送到小明手上，看到喜欢的人因为自己而惊喜开心的样子，他又感到无比的满足，仿佛自己存在的价值都得到了肯定。从这以后，梨花彻底撕开了欲望的口子，这个口子越来越大，就像梨花小明的贪念一样，永远没有休止。女人为了包养小鲜肉，不惜挪用银行公款，专门骗取老头老太太们的保险金。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梨花还购买了专门的仪器，用来伪造单据和银行的公章，做出更逼真的票据，成功瞒过了银行和客户双方。挪用的资金则是用来带小男友小明去各种高档酒店消费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给起小费也是毫不手软。小明虽然看出梨花的钱来路不明，却也是看破不说破。他们一个出钱，一个出力，一个包养，一个被包养，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梨花的业务主要是老年人群，一个老太太患了老年痴呆，完全忘记自己还有300万存在银行里。梨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这笔钱打进自己的账户。为了犒劳自己辛苦赚钱，梨花带着男友小明来到5星级酒店，两人在最豪华的总统套房里该吃吃该喝喝，待了整整1个星期。牛排随便吃，名贵红酒随便喝，名表也要置办起来。她享受着和小明挥霍金钱，品味浪漫爱情的梦幻人生，也一次次叮嘱自己，有朝一日一定要补上亏空。可又在虚幻的幸福迷梦中，任凭本不该存在的债台直线高筑。极致的狂欢过后，就是无尽的寂寞。梨花的贪念越来越大，此时的她就像一只穷途末路的小鸟，总在追赶天黑前最后一抹红霞。看到小明因为自己的付出露出开心而又惊喜的笑容，梨花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。为了让小明更开心，梨花甚至挪用公款给他买豪车买别墅。在金钱和物质的浸润下，小明心气一天比一天高，甚至瞒着梨花退学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和其他学生不一样，想要创业做大生意当大老板，而不是苦杀到毕业，最后只能当一个钱少事多朝9晚5的上班族。梨花虽然不高兴，却又不敢说什么。她对小明已经到了没有底线的溺爱的程度，可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道理。梨花迎来她的第一次危机，起因是银行的长老级员工短发姐马上就要被调任到总部。离开前，短发姐拿起账单，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查验。就是在这次查验后，短发姐发现了梨花监守自盗的行为。上级得知后，立即约谈梨花，证据确凿。梨花丝毫不慌，干脆不隐瞒了，利索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。上级也没有想到，平日里看起来老实巴交的梨花，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，立马就要打电话给总部反映。可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，梨花早就掌握了他的把柄。行长平日里衣冠楚楚，没人的时候却是人面兽心，早就把银行的女职员玩了个遍，尤其对短发姐情有独钟。你敢曝光我，我就敢曝光你。行长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，只好选择替梨花隐瞒，只需要梨花尽快把欠款还上就行。说得轻巧，好几百万呢，套到的钱早就挥霍一空，梨花要从哪里弄到这些钱？为了筹钱，常常忙到焦头烂额。而小明之前说好要向梨花借钱，可真正到了要钱的时候，却是1分钱也拿不出。说好的创业大计也没有了下文，每天在家就是混吃等死。这天，梨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发现走廊上散乱着一地的衣服，房间里隐隐约约传来靡靡之音。她不敢再走进去，害怕看到那一幕。梨花完全无法相信，小明竟然把别的女人带回他为她买的大房子里。在原地愣了5秒后，梨花疯狂逃窜，一路跑回自己家。狭小的房间里已经堆满了假票据，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，梨花看出了神。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已经完全不记得了，只觉得自己离出发点越来越远。直到门口传来门铃声，把梨花拉回现实，是小明追上来了。他转身走向门边，却没有打开门，只是隔着墙和小明说了分手。小明离开以后，梨花这时候才发现，一切不过是一场梦，终究还是要醒过来的。现在的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阶段，连一顿饭钱都付不起了。打电话给高利贷公司，想要借高利贷急救，却还是没有勇气，挂断了电话。再这样下去，梨花只能吃牢饭。于是他又打起了老王的主意。这个女人为了骗钱有多拼，她脱下西装外套，又解开衬衫的纽扣，露出若隐若现的事业线，双手放在老头肩膀上，一边给他按摩，一边不停靠近，在老头的脖子边吐出暧昧的气息。老头刚开始还十分的享受，结果一听说又要拿钱办业务，顿时冷脸。骗感情可以，骗钱那就拜拜。最后女人只能捡起衣服，眼含热泪，狼狈离场。最后一条路也被堵死了，梨花迟迟还还不上几百万的欠款。而这一边，短发姐的调查也越来越仔细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牵扯出的金额越来越大，甚至已经高达3000万。
终究纸还是包不住火的，总公司的领导也得知了这个情况，梨花要面对的将是刑事处罚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曾经如天使一般圣洁正直的梨花，不知不觉间落入了凡间，挣扎于万劫不复的泥淖之中。梨花坐在桌前，想起中学的时候，在老师的组织下，班上的同学们纷纷拿出零花钱捐赠给贫困地区的孩子。梨花的对象是一个半边脸被烧伤的泰国男孩。刚开始大家都兴致勃勃，每拿到感谢信，梨花都会一个人躲起来品读上面的感谢的话语，这让他感到莫大的兴奋，觉得自己被肯定了，这是一个缺爱的人所需要的肯定。可渐渐的，同学们陆续放弃了捐赠，他们和梨花一样捐光了零花钱。老师要求量力而行，没有强迫捐赠，只有梨花还在坚持。在一个午后，他走进父亲的房间，擅自拿走父亲的5万元，捐赠给远在泰国的小男孩。这件事一直到被发现才强行停止。梨花不服气，他认为这5万块对父亲来说微不足道，却能挽救一个小男孩的人生，还能让他获得给予的幸福感。如果当事人都不在乎这点不痛不痒的损失，那么这笔捐赠就合情合理。捐赠活动结束之后，梨花再也没有收到小男孩的来信。没想到10多年过去了，梨花还是走上了老路。她太需要关注和肯定，就像小时候收到男孩的感谢信时，梨花会开心好几天。现在的梨花也会因为小明的感激而觉得自己的价值被肯定，可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是虚幻的。就像画在纸上的月亮，虽然美丽，却并不能够发光。短发姐一阵唏嘘，她劝梨花可以找家人朋友帮忙，只要能够补齐欠款，就可以不用蹲大牢。梨花拒绝了，事到如今，她怎么还有脸皮去麻烦别人呢？但梨花也没有打算放弃，她一板凳敲开玻璃，从2楼的窗户口猛地跳下。她开始奔逃，一路向前，最后孤身一人逃到了东南亚，整日在人群中躲躲藏藏。故事的最后，梨花在泰国偶遇了那个小时候曾经被火烧毁半边脸的男孩，他经营着一个小摊，虽然不富裕，却十分幸福。看着他，梨花有些恍惚，他追求的是什么？是金钱物质，还是爱情肉欲？可能都不是。小时候的捐款赈灾是他奉献心里的一大诱导种子，并且种子变成了树苗，在持续变大。他偷父亲的钱来救济受灾儿童，并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幸福感。即使中途的手段在外人看来是可耻的，但他要的结果就是他人得到救助。至于中间的方法是不足虑的，也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从此这一树苗越长越歪斜，最终酿成了一桩巨大的银行信誉丑闻。他要抓住的是结果，无心伤害别人，却又在中途一次次伤害了别人。然后为了保持这纸做的月亮挺久一些，就只能去不顾一切遮掩中途伤害造成的恶果。于是这恶之洞就越来越大，最后薄薄的纸片再也无力遮盖了，噗的一声破了，一切都散落一地。岛国的伦理片总是能抓住人内心的边缘，将那种如临深渊的景况展现给人看。往前一步是深渊，往后则重复日复一日的厌恶。走还是不走？而走了就真的会有自由吗？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